长庚，来坐。玉帝陛下拍一拍身旁的玉阶，先禀告正事，再说说这次大劫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何截教那边会拒绝木工所请？李长寿答应一声，坐在了最低的玉阶上，将北周一战详细禀告。玉帝陛下是他在封神大劫中必须团结也必须互相信任的战友，李长寿此刻必须强化这一段关系，故并未有半点隐瞒，甚至将自己疗伤时安排的诸事一并说给了玉帝。然而玉帝却有些心不在焉，心底一阵思索，丧尸之痛何其悲哉。还是找个由头发长庚去太阴星上培养嫦娥们吧。根据我化日天时期收集到的讯息，这是天庭中最让南仙向往的职位，应该是有很大的快乐。这3拜嫦娥总教头转了，阐教那边若是有天庭叛徒暗中作梗，那截教又为何会拒绝木工？长庚，你不是与云霄仙子相好，与赵公明等截教弟子相交莫逆吗？凌霄宝殿高台的台阶上，玉帝陛下侧躺着，随手捏来一颗龙宫上供的紫金葡萄放入口中，有些纳闷地问着：哎，这葡萄怎么如此眼熟啊？不对，玉帝陛下怎么这么快就冷静下来了？这个时候不去咬牙切齿的破口大骂，多多少少有点不像玉帝的性子呀。李长寿叹了一口气，言道：哎，是我提前写了一封信给多宝师兄。哦，玉帝满是不解，长庚为何主动让截教入劫？你本该努力将截教摘出去才对。陛下或许不知，小神自算计龙族之事开始，就是已影响到了这次大劫的劫运。劫运一出，立刻遭受反噬。小神虽在北周强杀了陆压道人为师父报仇，但也因此被天道给盯上了，有一股意志借劫运现形，紧盯着小神的元神。若小神敢做出阻碍大劫之事，元神就会遭到重创，大概要180年后才能苏醒。大劫早已是定数，小神不得阻碍大劫降临，可小神有心念道门与天庭，故做了取舍。哦，如何取舍的？玉帝把玉案上的几碟瓜果射了过来，摆在2个人之间，听得越发入神。李长寿缓声：阐教截教注定入劫，此事通天师叔知，多宝师兄知，截教但凡有些修为的都知，这非我想救就能救，除却陛下这般能干涉天道运转的天地，谁也阻拦不了。但大劫若只是针对道门，那岂不是让那西方得益？西方教2位师叔以大宏愿成圣，本身就有一份对大兴的迫切。道门若衰颓，西方注定要大兴，故小神就主动出手，与截教商议，让他们进大劫之中，卖一份人情给劫运中的意志，而后又借着这一份人情，暗中请木工去西方灵山，过灵山而不入，赶回天庭。说是人情，其实也是一份均衡之意。再借陛下之手，引西方入劫，将人教自大劫中摘除，还请陛下恕罪，恕罪。妙啊！玉帝嗦着葡萄一阵大笑，爽朗的笑声在殿内来回回荡，手掌轻轻摆动。这位白衣玉帝目中带着几分星光，笑道：无碍。我此前也被大劫影响，成了开启大劫的钥匙，反倒是长庚你此次算计虽借力于我，但让我安心了许多。我此前一直不知你所求为何，入天庭为何，来我身旁辅佐为何，而今大概明白了。太清师兄是这般，大法师是这般，你也是这般。
李长寿眨眨眼，哪般啊？这里面是不是又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误会？对这次大劫，长庚觉得天庭该处于何处？上处。李长寿指了指天，这一次大劫，天庭本身不应参与其中，只需等待大劫尘埃落定。殿外的那根金柱，陛下当善用。善用如何？不善用又能如何？大多都已有了定数。我有意将此事托付于长庚，只待大劫正式落下，就赋予长庚监察之权。到时长庚便是天庭特使，便是天道之使。长庚想在大劫之中救些人，也能方便一些。李长寿立刻站起身来，对着玉帝做了一个道揖：多谢陛下成全。投桃报李，本当如此。若非道祖老爷对我说了些长庚你此前的种种努力，我当真也没想到这些。长庚你不必多担心什么，有些话也不必闷在心里，能与我商议就多商议。你诚心待天庭，待我这个原本无人搭理的天地，我便诚心待你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天庭大兴，终有长庚之功。无论劫后天庭如何，只要我仍为先手，长庚便想赐位。李长寿起身与玉帝对视一眼，笑容多了几分洒脱。玉帝又轻叹了一声：唉，不提这些了。这次大劫名为封神，自是天道要扩充天庭。100年后，阐教、截教、西方教要去紫霄宫中牵压封神榜，届时我也要过去。长庚，可愿随我一同去拜见道祖老爷？陛下有命，小神自当跟随。也不知这次大劫该如何封神。但凡大劫必起杀业，长庚你说会不会是让三教仙人直接打起来，这个去推那个的道场，那个去杀这个的徒弟？若如此，封神依据又为何呢？是凭此灵原本在三教中的地位，还是他法力强弱，又或者是品性？想必道祖老爷都已经安排好了吧？道祖老爷也说的这话，说是天道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对了，长庚，太清师兄何时正式收你为徒？李长寿沉吟几声，玩笑道：此事当看老师之意，不过到时小神就可喊陛下一声师叔了。来，多喊几声。陛下，天庭规矩还是要遵的。无趣啊，长庚，你还不如做穆清华时那般有趣。玉帝剥了个橘子扔到李长寿的手中，笑道：我本来还想你刚入大殿我就喊你一声老师，看你会不会吓出冷汗。你说你帮我师妹就算了，还去做个教书先生，有意撮合。李长寿满是无奈，坐回最低的那一层玉阶，苦笑着：陛下，你一点神魂入轮回盘，南赡部洲到处都是祥瑞，大能推算一番便知，实在是瞒不住啊。去撮合陛下跟娘娘，也实属无奈。陛下您那年12、13岁，春心萌动，一下就增了5根红绳，月老都差点被吓哭了。我竟这般勇猛。李长寿咳了一声，吃着这甘甜不腻口的鲜橘。陛下，能否对小神详细言说，您去紫霄宫中做了什么？玉帝顿时悠悠一叹，低声道：怕是被凡尘历劫时的华有明影响到了性情。我当时心底一怒，被劫运夹持，直接去了紫霄宫。到了宫门外，我就跪下喊了声老爷，然后玉帝一手捂眼，叹道：我竟哭了出来，当真丢仙的。李长寿面露恍然：原来哭诉是真的呀，不是流言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。
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贤弟哭吧哭吧哭吧刀门归。若是天庭能顺利大兴，执掌3界，我这一哭倒也算值得。玉帝伸了个懒腰，站起身来，眺望着凌霄宝殿之外的云海。长庚、爱卿接旨。小神在。3个月后，爱卿且去凡尘之中，借武力洁身之美归天庭。吾此前托梦给华云说了此事，让他在凡尘之中再多留恋100日。小神领命。玉帝突然咳了一声，目光左右轻描，又凑到李长寿的身旁，与李长寿面对面，左肩碰左肩，小声道：长庚此去，记得去一次无力洁身最后归隐的庄园之中，在衣橱之下有个木箱，直接一把火烧了，里面都是些你懂的。这事儿传出去，吾这面皮也不用要了。李长寿面露正色，凝重地点点头，表情比商议大捷的时候严肃了数百倍。这种感觉我懂。上辈子临死之前，我也是拉住我好兄弟的衣领，在好兄弟耳旁叮嘱，一定要把握那个表面没有文件却已经满了的超大硬盘格式化，重新录写，反复重新录写，最好直接物理损坏，零件烧给我。这就是男人的薄面呐。离开凌霄宝殿时，李长寿的心底略有些感慨。玉帝下凡一次，比之前多了许多人味儿，言谈举止也多了几分血肉之感。尤其是当李长寿听玉帝喊出要生7个女儿的豪言壮志，弥补历劫时无法得此嗣的遗憾，也是深感敬佩。大概7仙女就是这么来的吧。他这化身回了水神府，还没进大门，道心就是一阵涛声依旧。安水城海神庙有客来访。李长寿不敢怠慢来客，一只指道人飞出地底，赶去与来人相见。来的却是阐教3位12金仙组织成员，黄龙真人、太乙真人、玉鼎真人。若所料不错，应该是来问询有关封神大劫之事。北周之战过后，李长寿故意在3仙岛养伤12年，其实并不只是为了悟道谋划布局，也有躲灾的考虑。此时面对阐教仙人，李长寿就可说一句，自己当时重伤不知具体之事，结果让有心人算计了阐教，如此才不会伤彼此之间的感情。截教那边不用，李长寿做布置之前都与云霄仙子细细的商议过。当下李长寿开启安水城地下的指道人库，飞出一只指道人去与3位阐教12金仙相见。接下来的博弈也是真正的大教厮杀，此前对垒时，圣人弟子大多情况下都不会受损，但今后若有斗法，就远非碰碰瓷儿讲讲理这般简单了。劫运之下，神通不足，命数不够，俱为飞灰。暂不提李长寿海神庙中与阐教3仙碰面，且说李长寿离凌霄宝殿后，东木宫便被玉帝召了进去。玉帝坐回宝座中，拿着奏表开口道：木公，你说咱们该如何给长庚定个罪？木公一听就愣了，忙道：陛下明察，水神行事有度，对天庭绝无二心，这些年更是为天庭屡立大功，老臣可以作证，都是娘娘逼水神做的呀。行了，吾还不知长庚其人。玉帝将手中的奏表一扔：木公，你只需要找个小小的罪过，吾就可罚长庚去月宫做那些嫦娥的教习，也算让长庚爱卿休息放松一段时日。东木公一愣：陛下恕罪，老臣未能揣摩通透陛下之意，水神他擅自下凡，干扰陛下与娘娘礼节，其罪当罚。善，就这般定下来。明日正午召集诸仙家议事吧，待吾说完有关大劫之事，木公就如此上奏表。老臣遵命。东木公低头领命，转身退走。
玉帝坐在宝座之中，轻笑了一声，伸展身体，背着手离了凌霄宝殿，去了瑶池。大话都说出去了，怎么也要为之努力。7个虽然有点多，但之前又不是没生过，龙级不是都拉扯这么大了。海神庙后堂，李长寿正坐于主位，黄龙、太乙、玉鼎3位真人坐在他左手侧，品着凡间香茶，说着这一次大劫之事。黄龙真人骂道：那日来玉虚宫的那家伙，就是那个叫福元的天庭正神，他简直就是故意挑事儿。谁知他转头就去玉帝面前告状，玉帝一怒就去了紫霄宫，平白给我们阐教惹了这么大的事儿。哎呀！太乙真人嗤的一笑：呵呵，天庭招仙神还真是不挑食。哎，话不能如此说呀。天庭刚刚起步，被混入了居心叵测之徒，也无法避免。玉鼎真人道：此事也非天庭可逆转，阐劫两教理应入劫，只是不曾想西方也入了劫中。哦，玉鼎师兄可否详细说来？贫道不太会言说。玉鼎真人沉吟几声，正色道：这跟对天道的理解有关。若是将天道比作一个生灵，那此生灵体内最多的就是人族。所谓天地主角，人类就是生灵气运的集合。远古大劫应在了龙凤麒麟，上古大劫应在了巫族妖族，这次大劫应在了人族。但人族的气运聚集于凡俗之中，换而言之，天地之间的主角其实是凡人。天庭中除却玉帝王母之外，主体就是人族。我道门三教以教化人族立教，除却人教之外，上古之后极少行教化之事，却平白得了人族气运相互。借人族气运越多，大劫中需要还的就越多。我阐教如此，截教也是如此。截教还要更麻烦一些。截教呢，相当于借人族气运，庇护万灵之族。但凡与人族不沾边的炼气士，怕是都难以度过这次大劫。我此前算到了大劫，也悟出了这些。只是不曾想，劫难并非人皇发动，而是由玉帝陛下发动。这些都是定数，没有那个福缘，也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。